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我们看到啊，美国和伊朗的关于这个谈判呢，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这个关键阶段呢，是大家各方面都在用力，那么就看哪方面的力量大一些。那么这个天平呢，可能倾向于哪一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到，虽然美国和伊朗现在这个维也纳的谈判好像是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但是实际上这些力量呢都在底下呀使劲。因为我们首先看美国的态度，因为美国呢现在是希望重返伊核协议的，因为现在它需要伊朗回去之后呢，来把它的这个能源呢这个出口来解决呀，就是因为俄乌冲突带来的这个世界能源的这个上涨和这种欧洲对能源的这种需求的这个缺口，所以呢，他希望就是伊朗能够做出更多的让步，然后呢，就是签署这样的一个协议。再有一个呢，就是美国也面临中期的选举，因为也要拉选票，所以呢，也需要就是在伊朗或者是在这个伊核谈判这个问题上呢，取得一些外交上的成果这是美国的态度。那么我们再看伊朗是什么态度？因为伊朗现在呢和这个美国谈判呢提了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单方面撕毁了协议，那其他的国家，比如说英法德中国、俄罗斯，人家都没有提出异议所以呢，这个美国的单方面制裁你必须得取消。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你必须把伊斯兰革命卫队从恐怖组织这个名单中拿掉伊斯兰革命组织是我的国防军，那不是恐怖组织。第3个呢，就是你美国经常言而无信，这次你要是签了协议，那你不能再反悔你又退出就是这么瞎折腾，那不行。所以提了这么3个条件。但是他也看到，就是美国很有可能这次就是在欧洲这些国家的压力下，也会做出一些妥协，就是跟你签个协议，等到过了这个冬季，把这个能源问题解决了，先让欧洲过了这个难关，再把这个约定呢再次的毁约这个美国可能是做得出来的。所以伊朗呢在这方面呢，他也是在考虑再三。那我们再看，就是还有一方面就是欧洲的力量，因为欧洲现在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就是这个能源的上涨和能源的不足，况且冬天马上就要到来。那么这样的话呢，现在很多的欧洲国家不但面临着能源短缺、这个价格上涨的问题，它导致了整个的国家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那国内的民众很不满所以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干脆就是让美国你赶紧回来，然后我们呢让伊朗赶紧就是出口这些能源，解决当前的这个难题。那么还有一个国家呢，也非常的不情愿，就是以色列。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总理拉皮德说这个以色列的安全呢，是依靠自己的防御能力，依靠自己的进攻能力，还有呢，就是以色列的其他能力。实际上，他在这个时候所说的其他能力，就指的是可能拥有核武器。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说呢？因为他这样一说，必然要刺激伊朗。以色列有核武器那现在你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又搞什么奥库斯，又在转移带核的这种武器装备吧？你在扩散，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搞所以要刺激伊朗那这样的话，他一刺激伊朗，希望伊朗恼火，往这个核武器拥核的这个路上走，那美国当然就不好签这个协议，或者是不太好回来所以这是以色列的态度，而俄罗斯也提出了这个相应的态度。因为这个普京总统在访问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也和这个伊朗的领导人交换了意见，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能力来控制这个能源，我们有能力来把自己的这个国家的经济或者是民生呢稳定下去。因为现在无论是伊朗和俄罗斯，都面临着西方的这种制裁，都面临着美国的这种所谓极度的或者极端的压力。那他们认为呢能够抗得过去，
所以呢，就是说你伊朗不要向美国妥协啊，你就按照你的条件向美国来要价，他不答应你的条件，你就不签。所以你看，那么现在这么多的方面都在围绕就是伊核协议呢来用力。那么这个结果呢，很有可能啊，我认为倒是这个伊朗和美国呢，在达到一定妥协的程度时候能够签。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它要安抚欧洲的盟友啊，它现在树敌太多，它也顾不过来呀。况且呢，伊朗如果要是做出某种让步，比如说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从恐怖名单里边挪出去，其实这个也无所谓，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美国下的定义，美国下的定义并不能代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也对伊斯兰革命卫队把它当作恐怖组织啊。所以呢，这个你挪不挪出来，实际上对伊朗的这个影响并不是太大，而关键是要解除啊所有原来附加的这些制裁。还有呢，就是你一定不能毁约，因为你说话不算数，那这个约定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我们看伊朗现在是把老款的和新款的离心机全都在工作，因为他已经通知了国际原子能组织，我现在啊不受这个约束了，因为美国单方面的退出了，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面待着？我为什么要遵守这样的协议呢？所以他说，他的铀浓缩活动呢，已经使这个浓缩铀达到了60%。他说我有能力来制造原子弹，只不过我现在不愿意这么做而已。但是这可是一个就是目前来讲啊，可以退回去的啊这个情况。一旦说原子弹响了，那可就不可逆了，那它就是拥核国家了。所以我们看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几方角力。那么美国如果和这个伊朗都做出一些妥协的话，实际上呢，伊核协议还是有望达成的。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